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买年货上天猫，年味年礼马上到。感谢承包全家年货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9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有请品牌挚友范志毅，主持人张绍刚。来吧，李总，来。名人不说爱话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由鲜蚝鲜熬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我是主持人张绍刚，欢迎各位光临。我们这节目虽然是叫主咖啊，但是你如果要当主咖，人生阅历得丰富吧，是吧？得有一定成就吧，得有槽点吧，对，最重要的是得愿意来吧。所以节目一度曾经想改个名字叫普通人。找主咖难，但是你要找一个主题其实没那么难啊。比方说我们这期的主题叫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自我否定啊，不要质疑自己，从头再来。被很多嘉宾拒绝以后，我们就是这么劝自己。没想到今天我们真的就找到了一位主咖。各位朋友，这是我们筹备的第4期，但是呢是第3次录，我们决定把它放在第2期播出，来弥补第1期没有主咖的遗憾。大家听得乱吗？乱，太乱了。但是在我们娱乐圈，这就算井然有序的乱了，对吧？这期的主题呢，其实非常适合一位主咖，他很愿意来，而且带了他的朋友来。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，我是他的超级迷弟。我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。你们就想吧，那他得多大？叫什么咖位？掌声有请刘晓庆。掌声送给亮亮。您坐，小静姐，您不坐呢，大家也不太好意思坐。小庆姐啊，我是非常了解，但是我就怕现场有一些年轻的观众对小庆姐没有那么熟悉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刘晓庆老师的 VCR。在还没有大女主这个词的时候，有人就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传奇，她就是本期主咖刘晓庆。
刚出道主演电影《小花》就一跃成为国民顶流，之后更是拿奖不断，流量有，实际有。担任首届春晚主持人时穿的小庆衫也畅销全国，带货能力有，简直是全能 ace， 断层靠谱，内娱影视最严厉的母亲。光是叱咤演艺界已经不能满足庆姐了，她还跨界经商，涉足房地产、影视制作，自封亿万富姐。哎我，连称号都这么朴实无华。觉得无敌最寂寞。就在庆姐觉得自己无敌时，却陷入了人生低谷。之后，她从龙套开始重启演艺事业，只要给我钱，都去演。在演少女的路上一去不回，时间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，导演们都假装看不见。我们女人的责任就是展示生命的美丽。但别看庆姐一副软萌少女模样，却频频女王发言。那个时候我是领先了时代，现在是时代赶上了我。我为什么要听他的？我优雅的老去，我的生命不是要我自己做主吗？如此领先时代的庆姐，不仅要上桌，还要掀桌，把封建观念的桌子给掀飞。庆姐且慢，让我来掀。你掀什么？我一顿爆掀，给这桌子掀飞喽！这么会掀？难道阁下就是鲜蚝鲜熬，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？没错，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蚝肉熬出鲜。我跟庆姐联手，掀翻一切。好，果然是条好汉。不说了，咱们饭桌上见。哪儿还有饭桌呀？已经被我掀飞了。虽然嘴上质疑结婚的意义，但姐还是勇敢踏入婚姻。每一次都是逼婚，就追阴了，就好吧，就光就结了。只不过有时候是一只脚踏入，一只脚踏出，没办法，姐只是在做自己。在社会上或者爱情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女人，就是特别自信的，而且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。这男人呢，就如潮水般涌来，给姐都快整溺水了。不是你是有6个男朋友吗？我说不是有8个吗？为啥不少说2个？虽然年逾古稀，刘晓庆仍折腾不停，上一路繁花健步如飞，给小伙牛仔仔累得差点不在。我有点喘了，你瞧那个柔弱的身体不行。进军短剧界，搭档耿大勇，这是不是就是叫暖男呢？上演暖男和酷姐的甜甜恋爱，可能是庆姐的人格实在太过丰满，还影响了本期其他嘉宾，按年下人格化为张纪中。但年下夫人精力太过旺盛，张爷爷被半夜3点喊醒去新疆骑马，可能这就是拍烂片的报应吧。那谁和那谁，你们都小心点啊！还能不能玩？跟夫人直播时突然睡着，可以理解，毕竟要是醒了又要被喊去新疆骑马了。接着，庆姐的大女主人格化为周扬青，爱别人同时，你也一定要自己爱自己。从网红转型成服装美妆品牌老板，一边谈恋爱一边搞事业，怪不得精力这么旺盛，连卖的面膜都是冰美式的。最后，庆姐的抓马人格化为赵英子，走红毯时突然优雅的晕倒。尽显演员的职业修养，不愧是中戏毕业，连假摔都是教科书级别，还自封嫡蜜梦渣。我是嫡蜜梦渣赵英子。看来他的人格也很丰满，身上至少有4个人。说回刘晓庆，姐已经如此传奇了，还愿意广开言路，带着自己的搭档小弟和3个化身来主咖接受吐槽。凡是密奏有功者，无论何人都可封官受赏，言者无罪。回顾刘晓庆这一生，从不缺乏从头再来的勇气。与其说她过去演活了谁，不如说她活成了自己最精彩的作品。至于是善是恶，还是千古迷惑，自有人评说。怎么样，小庆姐的人生是不是精彩到让人羡慕？是，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从头再来。小庆姐甚至于她的自传的名字都叫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电影明星，亿万富姐到跌入低谷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说，哎，我们都经历过低谷，但是小庆姐那个低谷不是一般的低谷，朋友们。而且人家重新一步一步走出低谷之后，真的从龙套开始演，又演回大女主，不仅事业好，身体还好。大家在综艺里面看到了爬雪山健步如飞，而且前段时间的新闻体了个检，骨密度是同龄人的172%。啊，哎，哇，就这身体，就这种身体状况，同龄人都不爱跟他玩儿。我跟你说，正好，我姐也不爱跟你们玩。这场来的嘉宾多多少少都和小庆姐有点关系，咱们一个一个介绍啊。首先，张纪中老师，著名的制片人、导演，
小庆姐的好朋友。小庆姐从低谷出来之后的第一份工作，季中老师给的。小庆姐是那种忘旧的人吗？这么多年来，小庆姐终于想的，不行，要报答她。报答的方式就是把她叫这儿来，让人吐槽。下面这位，我介绍的时候大家注意听啊，因为真没人认识，真的不知道节目组是从哪儿挖出来的。耿大勇先生，据他自己说是一个影视演员，微博足有40个粉丝。现场的观众在那拍手，都在想，这个数字太难了。为什么大勇会出现在这儿？因为他去年和小庆姐一块拍了个短剧，他们在那短剧里面演夫妻。实际上他俩差着30岁。我跟你说，大勇，这也就是在剧里，在现实生活里啊，小庆姐肯定不会找你的。牛仔仔，演员，没有作品；歌手，没有作品。能来主要是因为去年参加了《一路繁花》，对，在节目里面大家也看到了，给小庆姐搬行李啊、打水。这次小庆姐就问他说：“仔仔，跟姐上节目，马上就答应，是这么回事吧？”周扬青，我的好朋友，著名网红。谢谢。美吧？和小庆姐一样，都因为手撕男友受到大家的关注，经历了别人的大落和自己的大起。我跟你说，杨青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咱就学吧，学了的本事都是自个儿的。欢迎周扬青，没毛病。下面这位朋友，我得多说一说，赵英子，演员，谢谢谢谢。不一定是好话。歌手，他的人生也很精彩，做过很多很大胆的尝试。他那不叫从头再来，就是从头胡来。你看啊，出道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，对吧？没错吧？但是再看近年来，因为什么被关注？自称自己叫什么迪蜜梦扎。对，你看我还得想，以前是白月光，现在已经月全食了，一点光没有啊！希望今天晚上发射光芒，欢迎赵英子。范大将军，我的好搭档，也是我们节目的挚友。他就不是从头再来了，7期都来。这次来说脱口秀的2位专业的脱口秀演员，掌声欢迎小慧、呼兰。不用多做介绍，我们从头一个一个来。首先，掌声有请呼兰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很热情，但是非常抱歉啊，今天新年第一天，让你们来看了这么个阵容。这都不是有名没名的问题了，我都感受到我去上那些综艺，那些偶像的粉丝看到我之后那个感受。这是谁呀？这是。一开始是这么跟我说，他说跟我说这期有刘晓庆、张纪中，问我来不来，我说来呀，太好了。结果一来，就跟那个点外卖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就那么2块肉全放上面了。
今天主咖是小庆姐，按辈分来说，其实应该叫姨，对吧？啊，她不干，她非要让叫姐。我姐今年76了，我姐1950年生人，啊，我姐比祖国母亲小1岁。但小庆姐呢？你说真的看着不像是70多岁的，你说是50、60岁吧，没毛病啊。但总有人忽悠她说：“哎呀，你演的20多岁的人，我们都看不出来。”姐，我今天说句实话呢，能看出来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总忽悠她，整的小庆姐现在戏路越来越广，是吧？10几年的时候还演20多岁的角色。前年开始演18的了，剧里面18岁少女大婚，盖着一个红的那个红盖头，出嫁，还一群人说：“哎呀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”谁家结婚说好了18，来了个76的，然后还看不出来呢？我们小的。而且人家主要不是因为年纪问题，主要是人家小庆姐气场强大。人家一般戏里面一掀那个红盖头，都是那种哎呀欲说还休的那个感觉。她那个盖头一掀，哎呀，你感觉图穷匕见的，哎呀，感觉下一个环节就应该是新郎给新娘敬茶了。小庆姐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你想想看吧。小庆姐是1971年出道。1973年被81电影厂选中，然后火遍全国。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时间点有多早呢，我可以这么跟你说：1972年呢是尼克松访华，同年美国水门事件爆发，同年张绍刚老师诞生。对于世界来说，那个真是悲喜交加的一年。时间继续往后推，1983年那一年，小庆姐是主持了第1届央视春晚。不是说她去演了个节目，她主持央视春晚的主持。你想想看，这是很多专业主持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成就，对吧？哎，你想想看吧，啊。不是我一直想损张老师，主要是其他人年纪太小，70、80年代只有张老师的时间线跟小庆姐有交集。83年这个时间线，其实张纪中导演跟小庆姐其实有交集。大家知道83年有一部83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哎，这非常经典，不是张纪中老师拍的啊，对吧？但是在他拍出他那个版本之前，83版也没有那么经典啊，是吧？看过吗？看过张导拍的那部《射雕英雄传》吗？我天，郭靖只是憨厚，他不是傻子，他直接给别人拍成傻子。郭靖一说话都是那种蓉儿，我不知道，这哪是郭靖，这不是蜡笔小新吗？哎呀，我看的时候特别害怕郭靖使出一招动感光波。时间继续往后，小庆姐1987年金鸡百花双料影后，87到89年百花奖3连影后，历史独一份的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91年的时候出演了电影《大太监李莲英》，她演慈禧。你们知道谁给她演大太监李莲英吗？姜文。我觉得姜文后来演各种硬汉，就是那时候伤着了。就是这几年，小庆姐在电影界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，其他嘉宾陆续出生了。88年周扬青诞生，89年我诞生，90年赵英子出生，主咖迎来了3连嘉宾啊，这是啊。真的，谁能想你毫无交汇的几个人，在今天同一天能产生交集？说实话，我们到昨天都还没有交集呢。是啊，我跟那个周扬青跟小庆姐今天都是第一次见，更加神奇的是，周扬青跟小庆姐今天也是第一次见，没有任何交集。就这种毫无关联的程度，让我想起来了曾经的一期节目，
主咖是萧亚轩，嘉宾是赵四，说他俩都是亚洲舞王。时间继续往后推，95年，刚才看了嘛，小庆姐演了那个电视剧《武则天》，家喻户晓。那时候真的是老少咸宜。小的时候你要看武则天这个电视剧，在家里面不算是玩儿，就爸妈觉得你是在学习历史，让你看的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里面学过历史的朋友知道，武则天后期有2个面首，武则天后来为他们荒废朝政，而历史叫2章祸乱朝纲。你说小庆姐如果当年遇到的2章是张绍刚跟张纪中，感觉武则天晚年很难荒废朝政。不光不会荒废朝政，我觉得武则天恨不得24小时都在上朝，从此君王不退朝。历史书就会写，晚年的武则天因为无法忍受后宫的嘈杂与油腻，奋发图强，开创了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，对吧？然后武则天去后宫一看，哎呀，铜雀春深锁2章。锁2章，这都是开玩笑的啊！开玩笑，历史不能假设，但还好历史不能假设了。95年的时候，小庆姐还出了一本自传，刚才看了，叫《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》，特别好卖。然后20年后，15年的时候，她又出了本自传，叫《人生不怕，从头再来》。咱不说这中间发生什么了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越说不怕什么，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，是吧？姚明不会写本书说，哎呀，人生不怕长得矮，对吧？只有武大郎会写本书叫《人生不怕长得矮》。但我觉得小庆姐2015年这本自传特别励志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小庆姐这些年后面遇到的这些伙伴都是那种特别励志的类型，都是特别励志。你想看牛仔的，牛仔这是他这几年遇到的朋友，参加的是《青春有你》，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前9名能够出道的比赛，牛仔在排47。你知道吗？你想安慰他，你都不知道说点什么，毫无争议的落败了，甚至都没有留下来什么遗憾，真的没什么好安慰的。你只能说，在那一刻，所有的付出和汗水都没有得到回报。但无所谓啊，你看人家经过自己的努力，去了一路繁花，把姐姐们照顾得非常开心。而且你想在那么恶劣的综艺环境下生存了下来，很难的。你们看过那个生存环境多恶劣，对吧？你需要察言观色，审时度势，挑拨离间。这期是小庆也点名说一定要带牛仔的。你看这个人生轨迹相当励志嘛，唱跳走不通就上综艺去照顾姐姐，对他来说照顾奶奶嘛，奶奶啊，奶奶们翻红，然后他开始啃老。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都说他在节目上勤勤恳恳，2件事，节目上勤勤，节目后恳恳。葛大脚也是，这也是小庆姐点名让他来的，他俩合作过短剧，所以说你看小庆姐这个人就是仗义、局气，自己有工作，哎呀，总想着周围的人。但我觉得小庆姐啊，要以后再这么拖家带口的呢，虽然你不怕，但很可能人生又要从头再来了。但实话实说，大部分人是的确不认识耿大勇，但很可能一部分人认识，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看短剧。我看，又假装不认识。我耿大勇我特别好，我就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亲切。刚才我还问他，我说后面有什么工作安排呢？他说明天会去看看东方明珠。最后一个赵英子也一样，也是庆姐第1次见。你说要不然说庆姐仗义呢，就不认识的也带出来干活了。网上一搜，全是他在直播间里面自己爆出来的消息，他已经单方面谈了好几个1线男星了。我也看不懂，他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，希望他一切顺利吧。我真觉得下一次你可以在那个视频的左下角标一下，
该内容疑似使用 AI 技术合成。最后想说一下，你想想看，小庆姐这个人生跨度，从尼克松访华到 AI 席卷全球，厉害对吧？技术可以更新，版本可以迭代，但生命力必须顽强。祝小庆姐永远健康快乐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呼兰。呼兰，我是没主持过春晚，我也没去过，一样的。谢谢你把后边一句话说出来了。对呀，你也没去过，一个没去过的说另外一个没去过的，有意思吗？啊！我们小慧去过。好，这篇翻过去了。呼兰真的太棒了，而且我出生那年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是啊，改变了历史的一年。是，下一位要上场的，真的这些年越做越好，掌声欢迎越来越聪明的周扬青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扬青。很高兴呢，今天来到主咖。其实邀请我来主咖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。你们节目组怎么今天才邀请我呀？你看，你们明显不会做时间管理。开始呢，我也好奇为什么找我。他们说这场有刘晓庆、庆姐，敢爱敢恨，事业有成大女主。说我也是那种大女主，那不敢不敢。我怎么跟人家庆姐比呀？我算是大女主，大家看到我还是想听男主的事儿。庆姐就不一样了，你要让庆姐提男主，那庆姐第一反应是啊，哪个啊？现在庆姐是我的榜样了，因为我也开公司了，做的还可以，很多人呢都买过我们家面膜。张老师也自己买过，谢谢张老师。您客气。哎，但就是因为张老师用过，搞得我都想在我们家面膜上加一句话：效果因个人体质存在显著差异。张老师，您不敢再买了，都作腮了。您看您脸都小成啥样了？您不要脸了，可别再用我面膜了。我说你朋友吗？不是朋友吗？愣鬼啊！你看范志毅老师就很懂要脸。范志毅老师这种人呢，也就男生比较熟，是那个年代男生第2喜欢的明星，第1还得是咱庆姐，那是那个年代国民女神，就连范老师应该也选刘晓庆。作为亚洲第1后卫，最想追的不是对方的前锋，最想追的应该是刘晓庆。有点道理。范老师呢，现在一把年纪了，还每天跟那儿踢球锻炼身体。今天的范志毅呀，看刘晓庆是当年的白月光，刘晓庆看范志毅，嘿，183黑皮体育生。来，我们再说说张纪中张导，70多了还来参加节目，可以理解，毕竟4个孩子要养，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，还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义务。你看刘晓庆庆姐就从来不吃这套，现在70多了还在谈恋爱，每天就是爬山、跑步、打羽毛球。你看人这皮肤状态，根本看不出来70多岁。咱也不知道咋保养的，他也不说。反正我是整容啊，这事儿我10年前就承认过了。那时候我身边的都不理解，说你为什么要承认呢？你看这话说的，你整过容你自己不说，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呀？不打针咋整？打羽毛球吗？
没有这段啊，这段我就是想承认一下我自己整过容啊，真没别的意思。但我整容这事儿不值得学习啊。谢谢。再说说我们牛仔仔啊，小孩挺聪明的，跟庆姐录节目，俩人一块上雪山。70多岁的小庆姐健步如飞，27岁的牛仔仔气喘吁吁，还在那儿喊姐，这是高原，我走不动了。有一说一，庆姐身体是真好，但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？你是知道庆姐爱听这话，你在山这边喊的是我走不动了，雪山那边传来的回声是庆姐您身体真棒。你说庆姐能不高兴吗？你不是走不动了，你是不想走了，你想往上爬吧。发现喽！你只要能扶住庆姐，庆姐就能拉你一把。但我还是很佩服庆姐一路走来大红大紫，大起大落。好在所有的低谷都扛过来了，所有的坎儿也都迈过去了。这里呢，我真的是由衷的说一句，庆姐，您腿脚是真好，不像我正常走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，要不然我也走不动了，你也拉我一把吧。其实呢，我从庆姐经历里学到的就是，人只要做自己，就会顺风顺水。直到我去参加浪姐，我去之前可自信了，不就唱歌跳舞吗？我在夜店蹦迪蹦得可好了，去了之后跳的那叫一个差，可能是因为浪姐不让喝酒吧。我都蹦半天了，其他卡座的姐姐根本没反应。这时候呢，我就发现，其实并不是做自己就一定会顺风顺水，但是没关系，如果做自己只有顺风顺水这一种结果的话，那我们庆姐的人生远没有今天这么精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庄青。开始吧，讲的太好了。周扬青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应该叫商业奇才。但是咱们不是说好不说那面膜的事。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用更热烈的掌声，因为微博才40个粉丝。之前耿大勇在老家的一家国企上班，后来就决定出去闯一闯，就把老家那份工作就给辞了。辞了工作去横店干嘛？去横店就是全职做演员，通俗的讲叫横漂。2024年，人家还获得了优秀的横漂演员的称号，所以我们不难看出，就是大勇的这个演技，应该是在老家上班的时候学的。有请优秀的横漂演员耿大勇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耿大勇。大家都说不认识我，我是演短剧的。你们可以去某果上看看我有多少粉丝。你们不认识我怎么了？观众也不认识我。我就是个168线的小演员，我也很纳闷，节目组为什么会请我？难道是因为我的名字里有梗？那我只能对导演说，你们也真是挺勇的。在演戏之前呢，我在一家国企烧锅炉，烧了10几年，那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烧一辈子。一直到38岁，我决定从头再来，当个演员。刚开始去横店当群演，连一句台词都没有。那段时间呢，我真很怀念我烧锅炉的那段时光，那是我离火最近的时候。这个都好聪明啊！
后来呢，我就开始演短剧。我得感谢短剧，短剧给了我机会当主演。以前我都不敢想，我还能演霸总，我完全都没有这种生活体验。我能说来的霸总语录就只能是：服务员，今天全场的热水由我耿公子来烧。好霸道。今天能来这里啊，我得感谢小青姐。刚开始演短剧，小青姐不太适应，总问我这么演的逻辑是什么，我为什么会突然给她一巴掌。我说短剧本来没有逻辑，删的人多了就有逻辑了。小青姐问是什么意思，我说能动手就别吵吵。她还问我短剧和长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我说，在短剧里我的戏份长，在长剧里我的戏份短。短剧每天得拍10几个小时，大部分演员没有镜头的时候呢，就会去休息，换执行导演来搭戏。但是小庆姐会一直都在，而且她要坚持自己搭戏。其实我挺理解她的。上年纪了，觉少。我们拍戏的时候呢是冬天，给我冻得都不行了。但是小庆姐呢，却每天一杯冰咖啡，而且她的手是特别暖。我很好奇，就问她：为什么你喝冰咖啡手都还是暖的？她说：刚扇完别人巴掌，震的。在剧里呢，小青姐饰演一个医生。最早剧本里，我第一次见小青姐的时候呢，是我去找她看病，看口腔溃疡。小青姐针灸给我治好了，一个口腔溃疡给我扎了10几针。小青姐果然还是喜欢渣男啊。牛仔仔在节目上对小青姐嘘寒问暖，都说他是暖男。他算什么暖男？我这种烧锅炉的才是暖男。你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啊！你在短剧里，你做不了小青姐的男人，只能当小青姐的仆人。照顾姐姐可以，但是男主必须得我来当。幸好今天不是在演短剧，不然你这种人，我只会跟你说：这里是500万，离开我的女人，你这个仆人。好的。张继荣导演拍过很多大戏啊，期待着跟您的合作啊。都说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张导，我说这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。就是想看看您那儿有没有什么小角色给我这个小演员。张导很厉害，之前做导演呢非常成功，现在做直播也很专业。他直播的时候晕倒了，第一时间不是去上医院，而是上链接。他人都晕倒了，他老婆还在那继续卖货呢。观众朋友们看不下去了，让他打120或者打110。他老婆说：不要120，不要110，只要99。赵英子，我真的是不太理解啊！一出道的时候就演女主，多好的资源，现在不演戏了，总在直播间里说错话。赵英子，有一部短剧很适合你，前世说错话被网暴。这一世我要夺回我的一切。哎，怎么又说错话了？赵英子说，当演员拍戏太辛苦了，不想拍戏。我很认同。我这里呢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介绍给你，特别轻松，烧锅炉。我还是很爱演戏的，我的目标是让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说：哎，这个演员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和小青姐演过夫妻以后呢，离这个愿望更近了一些。
有人会说他是那个刘晓庆老公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啊。没有。道具虽然是假的，但我对小庆姐的爱是真的。虽然比不上在座的各位，但是取得今天的成绩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，感谢短剧，也感谢我的40个微博粉丝，他们分别是用户82735，用户28763，我就不全念了啊，害怕被他们发现了取关我。当然，最要感谢的呢还是小庆姐啊。之前小庆姐说希望自己可以活到150岁，有的人说觉得是玩笑话，但是我希望是真的。希望到公元2100年的时候，150岁的小庆姐还和120岁的小耿在一起演戏。小庆姐，我跟你一起白头偕老，我给你烧一辈子热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演员耿大勇。很厉害啊！今天每个人的打法都很乱，是吧？但是大勇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因为我在小庆姐的旁边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下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在这么多朋友演完之后（括弧包括呼兰），你的这段，小庆姐是笑得最开怀的。哎呦，说心坎里喽。对，确实是。就大勇的这段表演完了之后，大勇，我跟你说，你的微博必涨粉，怎么也能涨10个8个。我觉得明天50、60吧。太好了，关键这是大勇第一次在这样的舞台，我们再次谢谢大勇的表演。老板，春节送礼项目全面受阻，送零食礼包，最后送回到自己；送保健品，一口没吃到过期，预算燃烧了，感情还没到位。停，是时候拿出秘密武器了。海天礼包，送贵宾，大师联名彰显品味；送朋友，潮流时尚有滋有味；送长辈，健康美味，心意到位。春节送礼送海天，有体有面有年味。牛仔仔呢，大家对他有印象，真的是一路繁花，而且他自己说他在一路繁花里面讲过一次脱口秀，还有人说大声的说对，啊，并且强调稿子是自己写的，还虽然标注了一下说虽然没梗，但讲的非常流利。完了，牛仔仔，我稍微跟你说一件事，就是没梗的。那不是脱口秀，那就是一段讲话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也别这样啊，也不能打击那个年轻人对脱口秀的这个热情，我们还是得鼓励，好吧？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请牛仔仔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牛仔仔。那我讲两句啊。在座的各位呢，其实我最熟悉的就是小庆姐了啊，因为我们一起录了《一路繁花》，这里小庆姐认证了，说我是繁花坛里她最喜欢的啊。结果呢，录到后面连我姓啥都不记得，叫我刘仔仔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不在意的，因为我最喜欢的也是你啊，牛小庆。咱们小孩报仇1年不晚啊。
然后呢，我们整一季节目里面有一个爬玉龙雪山的一个场景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真的非常辛苦啊，海拔4500多米。然后呢，我还特意扶了一下小静姐，结果小静姐不乐意了，说：“哎，你别老搀着我，你扶别人去。”我一回头，哪还有别人呢？向太坐轮椅，蔡明姐倒下了，强姐进医务室了，摄影组都倒下了。那要不是我有姐，我躺那儿了，我就。姐，我那个时候真不是搀着你，我是拄着你呢。那天其实人非常多山脚下围满了特别多粉丝。小静姐非常心疼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的粉丝太热情了，都跟到雪山了。”然后呢，跟粉丝说：“哎呀，天气太冷了，你们快点回去吧。”粉丝也非常热情的回应咱说：“照顾好自己贺峻霖。”小庆姐一下愣住了，说：“哎，贺峻霖？是我哪部戏的角色来着？”其实呢，小庆姐呢是从来不会被网友的恶评所影响的，因为根本刷不到。咱们网友的评论一般发在哪儿微博、音符，还有小某书。但咱姐刷的什么？某日头条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种平台的八卦特别滞后？完全不是，非常超前呢。姐经常在网上刷到自己的死讯，还给我们转发呢。说：“哈哈，你看我又死了。”笑死。感觉可以啊。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加到名人以后会非常好奇他们的朋友圈，对不对？我悄悄告诉你们，小庆姐的朋友圈全是关于自己的营销号的文章，比如什么刘晓庆中国女人最好的榜样，还有那种3个细节看出刘晓庆有多谦虚。姐，不用3个细节，2篇文章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一点也不谦虚。当然不谦虚。姐呢，其实平时也挺爱跟我们聊天的，跟我们讲一些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第一次拍戏第一次结婚呢。每次讲开头我们就特别好奇，我们说后面呢？后面买我的自传就知道了。小庆姐呢显年轻，肯定是归功于她的好心态，对吧？前段时间呢，我们得知她收藏的翡翠被自己雇的保安监守自盗了。那换作是我肯定气得睡不着，气死了。结果小庆姐说：“没关系你看背叛我的人，我都给一堆翡翠，那忠诚于我的人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最终都会背叛你姐。”我自从发现小庆姐的翡翠被偷以后赵英子就开始直播卖翡翠了。可能是巧合吧。我喜欢小庆姐，是我偶像。赵英子有任何舆情都是第一时间直播回应的。赵英子回应恋情，回应假摔，回应被夺舍。赵英子面对舆论都是热处理，每次还要故意提醒大家不要录屏，如果录了也不要发到网上，在那自欺欺人。姐，你是真觉得大家不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把赵英子老谋深算打在公屏上这个是真不用发，这个是真不用发。周扬青姐姐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做个自我介绍姐姐你好，我叫牛仔仔。别记错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小羊、小马、小佩奇。小牛，张纪中老师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和老婆直播带货，一播播一天，真的非常辛苦我感觉张纪中老师后面都快晕过去了，眼睛都闭上了。网友们特别担心结果他老婆根本无所谓宝宝们快下单，你看老张闭眼入。那个讲了大家，那我也讲讲自己吧。今天的各位老师呢都有自己的代表作，只有我呢还在摸索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职业。但是你们要是攻击我演技差，请记住我是一个歌手，
你们要是说我唱歌难听，没关系啊，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还有人吐槽我不会要靠刘晓庆吃一辈子吧？当然不会啊，我现在也是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正在撰写我的自传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刘晓庆的婚姻、事业以及爬雪山的幕后故事，欢迎购买我的自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新锐作家牛仔仔。说得很好，话剧演员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了啊，谢谢你了啊，别本本上了。没看出来啊，小孩嘴挺毒啊。几岁啊你？就来了，扒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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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写自传，你自传里全是刘晓庆？不止，有5个姐姐。那我就给你写序。原谅他，原谅他，童言无忌啊，小孩儿，什么事儿都不懂，连个作品都没有，你和他计较什么呀？下一位要上场的范志毅，范志毅不得了，不说了，掌声欢迎范志毅。你就起哄，你就起哄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前2天啊，节目组和我说这期是刘晓庆庆姐来，我说哎呦，那得叫阿姨了吧？不，从年龄结构上就是这样了啊。我今天过来一看，这都是什么人？我奇形怪状的啊，大长胡子。小白胖子，哎，还有我这个183的黑皮体育生，就为了哄阿姨开心。不知道的都以为今天是来过寿的。庆姐蛮厉害的。人家老艺术家了，这一期的主题是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那就是从头开始讲。刘晓庆1950年生人，大家可能对1950年没什么概念吧，我也没什么概念，但我知道那一年世界杯啊，才举办到第4届。我和庆姐蛮像的，02年大家都知道。我们人生的转折点，我们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我是那一年世界杯和队友一起被关注的，庆姐是一个人被关注的。但庆姐可能不关注足球啊，没有看到我比赛的直播。庆姐没事的，新闻里也有讲的呀。你在新闻里没有看到我吗？我在新闻里看到你了。说实话啊，那一年我表现没那么好，但我听说你表现得挺好的，又运动又学习的，你也是体育生啊。后来庆姐还把那段经历写成了书，说那会自己特别自律，天天早上6点起。废话，他不起来也不行啊，不都6点起吗？那不是纪律吗？庆姐，我很佩服的，人家蛮厉害的，能走出来，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对庆姐来说，那一年啊没什么好提的，而我只有那一年能提。人家能从头再来，我不行的，我从头再来，那还能进世界杯吗？
庆姐到这个岁数还坚持锻炼，不能说人身体素质好，得说身体特别硬朗。爬雪山都不带喘的，看着就特别厉害。我懂的，庆姐故意的。其实爬雪山喘才是身体好，人就怕不喘就真得从头再来了。庆姐也热爱运动，运动完还发微博说：“哦，今天又打羽毛球了，打得天昏地暗。”我说：“庆姐，侬当心了，侬当时是不是已经晕过去了？”赵英子之前走红毯摔倒过，很多人说他假摔，我看了，人家摔得真挺真的。观众非得说他是假摔，假的。人家都说了，天气太冷，吃的太少，血糖太低。反正我队友假摔也是这么说的。而且摔得很有欺骗性啊，动作也很浮夸，让我想起了内马尔。哦呦，真的很专业啊，都快赶上专业队了。下次摔得真一点。他之前还说自己是迪蜜猛扎，像大美人。侬啥地方像大美人啊？哪里不像啊？你像的是内马尔，那不南美人吗？但我懂他，但真的我懂他，他这么一摔有镜头啊，比赛的话还专门有回放啊，特别假还有特写啊。对，这种动作在场上肯定算要犯规的吧？下不为例啊。你晓得牛仔仔，谁会管自己叫牛仔仔？你这个名字感觉李诞会在直播间直接卖了你。作为这个节目的品牌自由，刚开始我很有责任感的，结果节目组和我说这一季啊，我每期都要上，吐槽70、80个嘉宾，哦呦，谢天谢地哦！我犯罪什么人，让你们这么想我啊？我也不是啥都吐槽的呀，我有底线的呀。我这个人有3不讲啊，第一，我不认识的我不讲；第二，不认识我的我不讲；第三，我不想讲的我不讲。所以，周扬青、耿大勇、张老这仨我都不讲。但最后我要讲，青姐真的蛮厉害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怕从头再来，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，在哪摔倒就在哪站起来，咱别假摔就行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范志毅。还有这个，哥哥。喝对了，今天喝对了。范哥这个表演确实好，是吧？确实好。而且我太有同感了，范哥，我也每期都上的。不是，我也不是。这期节目他叫我上来，我正在想，要70、80个嘉宾，我这么都跟他结下梁子了。这个我以后的路不是羊肠大道了，我怎么弄啊？庆姐，那个庆姐在笑。范哥啊，羊肠的叫小道。不管羊肠小道也好，光明大道也好，这我真是有点难。是不是下一期换个自由来了？我哪像庆姐呀？我不能再从头再来了。